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雕龙小记。视频是有字幕的，如果听不清楚，可以将字幕打开。这个视频要分享的是 Mac 自带的系统解读。在 macOS 上用原生的系统解读的人还是有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第三方的解读软件，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些解读软件很多功能都用不着，加上去就显得很重，特别我们在其他电脑上操作时，可能就不会玩他们的解读软件了。就我对比，系统解读相比这些软件有几个很明显的缺点，等会我会在后面提出来。这个视频我会将所有有关系统解读的内容都总结全，所以想了解 Mac 的系统解读，看这一个视频基本上就够了。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，这是我的大本营，内容更加丰富，我的编程笔记、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，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及经验教训、赚钱案例等等这些。第一是它的解读方式，有3种，其实就是3个快捷键：全屏解读，截整个屏幕 ，Command+Shift+3，这是截全屏，倒扣栏也在里面。然后是选择区域解读 ，Command+Shift+4，只截了选择的这一部分。第3是窗口解读，窗口解读比较特殊，这就是一个窗口，我要将这一块区域的内容解读下来，通过选择的方式还是不够精准，所以对于这种窗口有更加好的办法，先按住 Command+Shift+4，然后按一下空格键，刚才这个箭头就已经变成相机的状态了，放到我们想要解读的应用窗口，然后按一下鼠标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屏幕快照 APP， 对于解读 Mac 提供了一个应用屏幕快照，通过这种方式解读就是可以自定义很多属性参数。这条线的左侧是解读，然后右侧是录像，也就是录屏，然后这3个解读就是刚才对应的这3个，这是解读全屏，这是解读窗口，然后这是解读选择的部分，然后这是录制整个屏幕，这是录制选择的部分，都比较简单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录制出来的是一个视频文件，而不是一个 GF 图。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选项部分，可以设置解读的一些参数，选择到解读，然后选项。第一块是解读以后文件保存的位置，然后第3个选项可以设置是否显示浮动缩略图。这个浮动缩略图也就是刚才解读完以后在右侧显示的这个小图。比较特殊的是，这些设置都是永久性的，不是针对这一张图片的。比如来测试一下，我来修改一下这个储存位置，现在是在图片，我先不改，然后截一张图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就这张图片，刚才新截图的。然后我来改一下储存位置，将图片保存到这个文件夹下，屏幕快照，修改位置 ，demo， 确定，再来解读，捕捉，图片就会到这里面来。然后我通过其他方式来解读，比如窗口解读 ，Command+Shift+4，按一下空格，鼠标左键，也会将刚才的这张图片放到这个 demo 文件夹下，所以在它这里修改的解读属性都是永久性的。然后它的打开方式也有快捷键 Command+Shift+5， 接着是对这个浮动缩略图的使用。我们可以在屏幕快照里设置是否显示这个浮动缩略图，如果显示的话，它的作用有2个。第一是复制图片到粘贴板，比如我聊天或者写文章需要当前的这一张图片，我会将这张图片截读下来，然后发送给对方。那这期间需要操作几步呢？比如我先解读这张图片，然后找到它的位置，应该是这一张，打开，然后复制 Command+C， 关掉。这张图片已经到了粘贴板了，比如我写文章需要这张图片，从粘贴板粘贴到当前的位置 Command+V。 这样的步骤太繁琐了，我们可以利用浮动缩略图来简化这个步骤。我再来截一张图片，然后按住 Ctrl+ 鼠标点
就会弹出一个多选框，主要包含这几部分：储存位置、删除、标记。其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储存到剪切板，也就是这里的粘贴板，还有就是删除。我选择储存到剪贴板，然后这张图片就不会在我的储存位置储存，已经到了我的粘贴板中了，直接就可以 Command 加 V 使用这张图片。Command 加 V， 这样子就方便很多。刚才使用的快捷键是按住 Ctrl 不放，在鼠标左键去点击刚才这张图片。其实将图片复制到剪切板还有其他的办法，我再来试一下。选择这张图片，然后 Command 加 C， 将图片复制到剪切板中，然后删除，这样也可以 Command 加 V。 所以这个浮动缩略图的显示在这里其实挺有作用的。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编辑图片，这点不用解释了，刚才也已经看到了。点击这张图片，可以随便对这张图片修改、编辑，完成，已经是编辑以后的状态了。再是设置截图的参数，就这些：文件名、保存位置、窗口的阴影、截图格式。其中的保存位置在屏幕快照里也可以设置。文件名的话，以前默认的截图文件名是这样子的：屏幕快照加上一个年月日时分秒。上一个视频我将这个年月日时分秒去掉了，只剩下屏幕快照。等会我会将上个视频的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。这里的设置文件名其实是修改屏幕快照这4个字，其实作用也不大，因为我们可以对这些文件批量重命名的。我现在的文件名已经是雕龙2个字，从屏幕快照改成雕龙了。我再来改一下，将文件名改成雕龙小记吧。复制这条命令，来中端打开，粘贴，回车，再来截图一张图片。有点慢，已经变成雕龙小记了。接着是截图以后图片存储的位置，前面在这里是可以设置的，屏幕快照中，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命令的方式设置。刚才我已经修改到了这个 demo 文件夹，现在我继续修改，将它改回到原来的这个图片文件夹下。先获取到这个图片文件夹的绝对路径，以前分享过，通过 Option 的方式获取到文件或者文件夹的绝对路径。再复制这条路径，回车，再来截图试一下。已经到这里了，说明已经修改成功了。然后是窗口阴影，将截图的阴影去掉。这种方式只能设置窗口截图的阴影，我还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展示吧。现在我还没有设置窗口截图的图片是有阴影的，空格，鼠标点击，然后我来设置一下，将阴影去掉，回车，再来截图这个窗口，然后来对比一下这2张图片，2张都打开吧。这张图片是有阴影的，这张图片是没有阴影的，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在这图片的周围还有一片空白区域，这片区域就是它的阴影，而这张图片是没有的。一样，这个方式也是可逆的，将 True 改成 False， 又能将阴影设置回来。再来修改截图的格式，默认的话是 PNG 的，我们可以修改成其他的图片格式，比如 JPG， 它的命令是这样子的 ，Type 对应 JPG， 复制，粘贴，回车，再来截图一下，已经变成 JPG 了。最后是它的缺点，系统截图的缺点。看完这些演示，其实感觉系统截图还是挺好用的，但使用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缺点，也是不足。当然，我只会说必要的不足。首先就是不能加马赛克，然后第二个是不能截屏 GIF 图，最后是不能滚动截图，也就是截长图。这3个功能其实在我们日常使用中还是挺需要的，但是我们好像用系统截图没办法实现，也有可能是我不知道。如果有了解的朋友，记得在评论区说一声。好的，这就是整个视频的内容。如果对你有用，记得点赞支持我一下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雕龙小记。好的，拜拜。